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再过几天呢，2019年就要结束了，那大家都在等待迎接新年。不过，今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并不理想，那不但有许多经济问题陆续涌现，就连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呢，前几天也坦白地说，最近有很多企业朋友纷纷向他借钱要周转，那一天之内呢，他就接到5通的借钱电话。那1周之内就有10个朋友要卖楼筹资金，那显示今年中国企业都过得很不容易。所以呢，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经济，我们来分析预测一下明年的中国经济会出现哪些趋势，那明年中国经济又可能出现哪些问题，需要中国的朋友们谨慎的防范风险呢？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重点。不过呢，我们要先强调一点对中共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官方的经济数据向来都存在着可信度的问题，并不可靠。但是呢，因为有许多的经济数据都被官方严密的管控着，所以呢，我们在某些地方可能还是得参考官方数据来做讨论。那这一点呢，还请大家留意。我认为2020年的中国经济可能至少会有9大趋势会出现。趋势1，多空交战，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受到美洲贸易战的冲击中国这2年经济是持续的下滑。那根据中共官方数据，今年第1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 6.4%， 第2季度呢是 6.2%， 那第3季度则放缓到 6%， 创过去27年来的最低水平当然，你可能也发现到，怎么会每个季度的数据都稳定的减少 0.2%， 是不是看起来很人工、很可疑呢？那其实根据投资机构晨星发布的晨星中国诊断报告里头也指出了，他们独立研究之后发现，中国第3季度的经济增长应该只有 3%， 远低于官方公布的 6%。而且呢，经济放缓的主因是因为消费者市场需求急速的下降导致的。那这一点跟我们之前在一株千金中国经济标危机的节目里头说的是相当一致。那展望明年的中国经济市场环境呢，依然是空头交战，跟今年状况差不多少。包括美洲贸易战还没有停火，中国企业外移、资金外流、投资下降、高科技产业转型缺乏技术支撑等等所以多空交战的结果呢，很可能会让明年中国经济持续的下滑。那中共官方智库也持同样的看法。中共发改委旗下的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呢，刚刚公布了经济预测。他说如果贸易战没有继续升级的话，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呢将减缓到 5.5%。那根据英国的牛津经济研究院呢，也推估今年第4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放缓到 5.7%。那2020年呢，大致会维持这个水平。而到了2030年，中国经济成长率呢将进一步下滑到 4%， 那2040年会下降到 2.8%。当然，别忘了，中共官方的经济数据都是比较美化过的，所以呢，实际数据呢可能还不是如此。但整体来说可以看出来，明年中国经济呢依然是持续下滑、力保稳定的大格局。趋势2，美中达初步贸易协议，结构性改革难达成。美中双方的第1阶段贸易协议可能会在明年1月正式签署。那特别是川普在圣诞夜当天向记者表示说，他可能会与习近平举办一场签约仪式来签署这个贸易协议。那似乎呢意味着第1阶段的协议已经几乎尘埃落定。然而就像我们之前分析的，即便双方达成第1阶段协议，但是呢第2阶段协议恐怕还是很难达成。因为第2阶段协议牵涉到取消政府补贴、改革中共国企、取消不公平贸易壁垒等等中共的结构性改革问题，而且第1阶段提到的保护知识产权、停止强迫技术转让等等问题呢，一样是结构性改革问题。那中共会不会真的落实，还是只是搪塞敷衍呢？也还有待观察。那目前看来，中方很可能是想要通过第1阶段协议来个缓兵之计，一方面呢放缓拖延美国的贸易战攻势，拖到明年底美国大选后，看川普能不能连任再说。二方面呢，中方也是想尽快从美国进口大量的粮食、肉类等产品呢，来缓解国内的民生问题和经济危机，以免扩大延烧变成中共的政权危机。趋势3，企业倒债，政府债台高筑，中国债务风暴扩大。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估计，今年第一季度呢，中国的全国债务总金额已经超过40万亿，也就是40兆美元。那到了今年底呢，预计中国债务总额对 GDP 的占比已经高达306%，那跟2009年相比呢，10年内足足增长了106%。当然了，这个债务总额是涵盖了政府债务、企业债务以及家庭债务，而当前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企业债务问题。那最近有许多民间企业纷纷出现贷款或债券违约，就连天津物产、北大方正、清华紫光这些赫赫有名的国家队企业也纷纷卷入倒债风暴，还不出钱。那问题就在于，我们之前提过，有许多企业都采取了高杠杆、高负债的发展模式，所以债务增长相当惊人。像具有教育部背景的北大方正，负债总额超过3000亿人民币，资产负债率超过80%。那同样由教育部支持的清华紫光呢，资产负债率也超过73%。然而，高杠杆、高负债却也带来了高风险，再加上层出不穷的官员贪腐问题那一旦经济风向转变，企业经营遭遇了逆风，就很可能造成企业资金断裂、周转不灵，宣布倒债。像中国最大的原材料交易商天津物产，去年还曾经是世界500强企业的第32名，但日前也倒债了10几亿美元，成为过去20年来第一家对外国投资者违约的国企。那根据彭博社统计，2018年中国的企业债务违约金额是1219亿元，而到今年12月3号为止呢，中国境内发生的企业违约案件已经超过140例，那违约金额至少有1204亿人民币。那再加上天津物产这一笔中国企业违约数字已经再创历史新高。而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呢也警告说，根据他们的模型推估中国企业的债券违约率已经上升到4.9%，同样创历史新高。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北大方正或天津物产这些一级国企，遇到债务风暴的时候，却没有见到政府部门出手援助，放任他们倒债违约。那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呢，似乎可以看见中国地方政府也是已经债务累累，自身难保。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光是今年前10个月，中国已经有831个地方政府拖欠承包商款项达到69亿人民币，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在去年底呢，违约的地方政府只有100家，拖欠款项是41亿，所以呢，政府赖账不还的情况是大幅的增加。那根据中共财政部数据，中国的各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也就是通过发行债券来借钱的债务呢，在今年第3季度已经达到21.4万亿人民币。而地方政府通过其他渠道来筹款借贷的隐性债务呢，根据去年财新网披露，许多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是显性债务的3倍到5倍。所以日前中共央行公布的新年度的金融稳定报告呢，也提出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规模大，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那也因此中国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债务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已经酝酿出一触即发的债务风暴。趋势4：债务风暴拖累金融系统性风险升高。所谓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用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如果有一家或多家重要的金融机构同时出现严重的债务违约或者资金周转不灵，那不但会让他们经营出现危机，还会使得跟他们往来的其他金融机构也一起陷入危机。那不但会造成许多银行倒闭破产，也会造成民众不信任金融机构，从而发生大量的挤提，也就是挤兑现象。那这种金融系统性风险呢，不仅会拖垮国家的经济，还会造成社会与民众的不安和焦虑。那如果金融机构还跟其他外国资金有密切往来的话，甚至呢还可能连带波及到海外去。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中国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债务相当严重，而企业与政府的债务呢，很大部分是来自于银行机构。那如果企业与政府倒债，银行呢就有了坏账，也就是呆账。那一旦坏账金额太大太多，可能就会导致银行出现周转不灵、经营困难。特别是过去半年来，中国出现了多起银行破产或重整的案件，包括包商银行、锦州银行、山东恒丰银行等等。那证明呢，中国遭遇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说法呢，并非空穴来风
那中国银行研究院日前也发布了2020年度的经济金融展望报告，那里面也明确提到了中国经济金融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是债券违约风险可能向信贷市场传导。也就是说，企业、政府的债务风暴呢，很可能蔓延到银行金融体系里面去，造成大规模的金融风险。那银行出现金融风险，对一般人民有什么影响吗？首先，这会影响到民众的存款安全，还会影响到民众通过银行进行投资理财的资金安全。那如果民众用房子或者任何资产向银行抵押贷款的话，这些资产的安全也可能会受到波及。而且，如果这些银行机构与国外投资者、国外银行有资金往来的话，那么系统性风险还会扩散到海外去，让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出现亏损，甚至陷入经营困难，形成跨国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别是今年中国企业在境外违约的债务金额已经增长到19.7亿美元。而且今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对海外发行的高利率美元债券金额成长到1148亿美元。那其中有一半的债券是来自中国。因此信用评级公司穆迪也提出了警告。穆迪说，中国企业的债务违约暴增是全球经济的巨大威胁。好，今天先带大家看了前4项明年中国的经济趋势，包括趋势1。多空交战，中国经济持续下滑。趋势2，美中达初步贸易协议，结构性改革难成。趋势3，企业倒债，政府债台高筑，中国债务风暴扩大。趋势4，债务风暴拖累，金融系统性风险升高。那其他5项趋势我们会在下一集节目再跟大家聊。那最后要强调一点的是，我们带大家看中国的经济趋势绝对不是为了唱衰中国，而是为了帮助大家一起看清整个局面跟风险，看见危机与转机，才能提前做出防范，降低风险和损失。因为中共它的国内媒体跟大外宣总是用一片大好或者用喜鹊的论调来报道，那对经济总是报喜不报忧，或者甚至造假新闻，要借此来维护党的伪光正。那至于那些敢说真话的乌鸦或者专家比方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向松作等等就只能被党的高墙封杀屏蔽。那简单说，中共为了维护党的一贯正确，维护党的统治稳定，是不惜欺骗百姓，隐瞒实情的。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了，哪有经济风险？我身边的朋友都还是过得很正常，经常上餐馆，经常开车出游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许多高层官员和富豪已经纷纷抛售资产，想方设法躲到海外去避险。再告诉大家一些资讯，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指出中国当局加强限制资金外流。那今年上半年大概有740亿美元通过受监管的官方渠道流向了海外，是10年来最少的。但是同一时间之内通过没有记录的非官方渠道流出海外的资金却高达1310亿美元，是历年来最高那无独有偶，最近也多次传出有企业富豪抛售资产，疑似准备跑路到海外去。那为什么这么多资金要外逃，这么多富豪急着要跑呢？不就是因为有越来越严重的风险吗？所以不是风险不存在，而是能不能提前看到风险。那这和每个人所处的高度不同有关系打个比方说，你跟很多高官、很多富豪都住在同一栋豪宅大楼里，但是你的财富有限，只能住到大概3楼、4楼这种低楼层，而其他高官富豪却住在50、60层。那如果远方出现了海啸，他们站在顶楼，可以早早就看见风险，赶紧收拾，搭直升机逃走了。可是住在低楼层的人们只能等到海啸靠近的时候才能看见风险，那个时候就来不及逃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当然了，倒不是说我讲的这些预测就是准确的，只是告诉大家，我们不是要唱衰中国，而是因为在中共的集权体制之下有太多资讯不透明，太多风险被掩盖，所以我们希望帮助大家，特别是中国的朋友们，来观察局势，避免风险，保护自己。毕竟中共总是不惜牺牲人民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生存。
好，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那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后，请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呢，当我们有新的节目出来，你才会收到通知。我们下次再见。